今天我们要聊聊最近引发热议的一连串国际动作，美中日之间是否开通了台湾热线？两岸关系难道真由北京一方说了算？川习会中，台湾会不会成为被出卖的筹码？所谓的弃台论会成真吗？这些疑问看似惊悚，但背后有其脉络可循。我们将深入分析，抽丝剥茧，破解其中玄机。事情的起点发生在2025年11月24日晚间，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一次引人关注的通话。通话结束后，双方发布了截然不同的说法。中共官媒新华社高调宣称，两人都谈到了台湾问题。习近平在通话中强调，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重要组成部分，还表示中美曾并肩对抗法西斯和军国主义，如今应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。然而，川普本人在社群平台真实社群上对这次通话的描述只字未提台湾，他只简要提到谈了很多议题，包括乌克兰战争、芬太尼问题、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和贸易等，强调美中关系极其强健，完全没有提到台湾两字。这种说辞上的巨大落差立刻引发各界关注和讨论。究竟川习热线有没有谈台湾？如果有，为何美方只字不提？如果没有，为何中方硬要把台湾问题放进去？难道台湾前途的定义权不是北京说了算吗？首先，我们来看北京方面的叙事。中共显然希望透过官媒报道营造出一种印象，仿佛连美国总统都认同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一部分。这种说法，这其实是北京常年宣传的一部分，试图将台湾问题框定为二战后国际秩序已经确立的成果，好像统一台湾只是迟早要完成的历史任务。然而，川普方面的沉默耐人寻味，他完全没在公开说明中提及台湾，一点也不呼应习近平的论调。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并不接受北京单方面对两岸关系的定义？川普的态度仿佛在暗示，台湾地位与两岸关系绝不是北京嘴上说了算就算的。中南海可以发声宣称台湾如何，但华盛顿可以选择不接招、不附和。这背后透露的讯号值得玩味。台湾这边更是立刻对北京的说法提出严正驳斥。对于习近平声称的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重要组成部分，我国政府明确表示，这是一种不实叙事。行政院陆委会强调，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，这是无可辩驳的客观事实。历史上，1945年二战结束时，中华民国代表同盟国在台湾接受日本投降，那时还没有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新中国政权建立后从未统治过台湾一日。北京如今试图引用二战文件和联合国决议来扭曲历史，但这改变不了现实，台湾自古以来不属于你中共，所以北京口中所谓台湾回归中国根本是虚构的历史观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习近平这回抛出的论调跟以往有所不同。过去中国方面提到台湾问题，经常老调重弹一中原则，说什么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类的官方语言。但这一次他改用了战后国际秩序这个说法，把台湾问题上绑到二战历史来说事，提及中美曾并肩抗日，现在应该维护战后成果。这种讲法显然是有意为之。专家分析，习近平此举是在反击台湾岛内主张台湾地位未定论的人，企图用二战后的格局来定调台湾就是中国的，国际上早有公论。换言之，北京试图把历史叙事权抓在手里，否定台湾主权未定的说法。同时，他这番话也是说给美国听，甚至说给日本听，暗示当年中美并肩作战打败日本，如今日本若在台湾问题上多嘴，就是军国主义死灰复燃。美中应联手维护二战成果，来对付日本的挑战。可以说，北京一石二鸟，既想借历史道德制高点压台湾，也想离间美日，同时给自己武统台湾的野心披上一层国际正义的外衣。不过，北京这盘如意算盘恐怕落空了。川普的回应冷淡而务实，他在自述通话时宁可花篇幅讲农产品协议如何对美国农民有利，提到美中关系强健，却完全不接习近平那套历史说辞的茬。这里头其实大有文章。有人戏称，
习近平跟一个生意人谈历史，他忘了川普最关心的是交易和利益，不是意识形态或历史情怀。桃园市议员于北辰就评论说，中国试图用历史去叫美国一起对付日本，但川普心里想的是，你能给我什么好处？历史大道理听听就算，如果没有实质利益交换，光靠讲昔日情谊是打动不了商人总统的。事实上，习近平在电话中也拿不出任何新承诺提及，比如不武力犯台，不在亚太搞军事挑衅等，他通篇讲的还是老调重弹的原则立场。说穿了，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根本拿不出额外的筹码来和美国交换。川普听完也就淡淡带过，把重点放回当下能谈出成果的议题上。从川普公开发文的取态来看，习近平精心编织的历史说教并没有得到美方任何认同或呼应。北京想让华盛顿默认台湾回归中国，至少从这次结果看，美国并不买单。台湾政府高层则明白表态，台湾前途绝非任由中共片面决定。我们看到，陆委会不仅驳斥了北京的不实历史观，还反将一军，用二战意义来敲打北京。陆委会强调反侵略、护家园，追求真正的和平，这才是二战胜利的历史意义。这句话有深意。当年同盟国打败轴心国，是为了制止侵略，换取和平。今天台湾所面对的最大威胁，正是中共的扩张野心和对我国的侵略企图。如果北京真的尊重二战成果，就不应该威胁要颠覆战后和平秩序，侵略台湾。陆委会进一步表示，面对中共近期种种意图改变区域现状的单边行为，台湾将继续与各方合作，共同确保区域及台海的和平稳定与繁荣。这等于是向国际社会宣示，我们会联合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，一起抵抗中国的扩张，维护目前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。北京想把台湾问题关起门来说，但台湾偏偏要把它摊在国际阳光下，让全世界来检视对错是非。除了政府正式表态，台湾民间也有重量级人物发声。前立法院长游锡堃直接点名批评习近平，又说错话了，强调台湾自古不属于中国是铁一般的历史事实。一句你又说错话了，不仅是对北京扭曲史实的驳斥，更带着不屑与嘲讽，等于告诉国际社会，北京这套说辞根本站不住脚，不必当真。游锡堃这番话在媒体上流传，正好呼应了多数台湾人民的心声。对中共试图用历史包装统一正当性的论调，我们已经听得太多太久，非常清楚那是不符合史实的政治宣传。我们自己的历史，我们自己最清楚。台湾在二战后由中华民国政府光复，此后两岸分治至今70余年，从未受中共统治一日，这就是简单明了的事实。无论北京怎么讲，战后国际秩序都绕不过这道坎。再把目光转回这通美中热线本身，除了新华社提到的那些话，中方还宣称川普在电话中表示，美方理解台湾问题对于中国的重要性。这句话乍听似乎是美国在体谅中国立场，但实际上非常模糊。所谓理解台湾问题对中方的重要性，充其量只是种外交上的客套，并不代表美国在任何实质议题上让步。耐人寻味的是，这句话只出现在中共官媒的稿子里，美方公开讯息里根本没有提。也就是说，可能川普在通话中敷衍地表示了理解你们很重视台湾之类的话，但美国自己不强调，反而是北京单方面抛出来宣传。很明显，北京急于抓住一切可以宣称美方让步的字眼来做文章。然而最终华府的沉默抵消了一切，川普没有亲口或正式承认北京对台主张的任何正当性，美国甚至都不愿在官方声明中提台湾，可见对习近平的那套话题刻意冷处理。这等同向北京传达，你的立场是你的，不代表我们也承认。两岸关系并非北京说了就算，美国的态度就摆在那里。川习通话引发的震撼还不止于此，更戏剧性的是，就在与习近平热线之后的隔天，11月25日，川普马上又打一通电话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。美中领导人谈完台湾问题，紧接着美日之间也迅速沟通，这让外界嗅到一丝美中日热线交织的味道，仿佛台湾问题在这三方间成了一个微妙的三角对话题。根据《华尔街日报》的报道，川普在与高市早苗通话时，
委婉建议日本在台湾主权问题上保持低调，避免刺激北京。这消息一出，又引起了新一轮猜测，川普这是答应习近平要管管盟友，不让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说得太难听吗？美国是不是在向中国让步，安抚北京？当美国总统要求日本首相对台湾议题降低音量，不少台湾人听了心里一紧，担心这是不是美方开始对北京妥协，准备出卖台湾的一个迹象。毕竟美日向来步调一致，如今美国居然劝日本悠着点，难免让人多想，美中私下是否已有某种默契？台湾会不会在大国交易中被搁置甚至牺牲？然而，深入了解当天美日通话的全貌后，我们发现事情并非表面看起来那样单纯。日本方面透露的资讯显示，川普与高市的通话气氛良好，重点是在确认美日同盟的紧密合作。高市早苗事后对外表示，川普向他说明了美中关系的情况，包括他前一晚和中国领导人通话的内容。我们可以想见，川普大概把习近平讲了哪些话，美中在谈什么，都原本告诉了高市。这本身就说明美国并没有在背后瞒着日本搞小动作，而是充分透明地跟盟友分享信息。此外，高市透露，川普重申了美日之间的密切合作，甚至主动表示他可以随时打电话给他。换句话说，川普是在安抚日本，即使他跟习近平通话，但美日同盟的步调绝不会因为中方的介入而乱。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关系没有改变，也不会因为顾及北京感受就降温。川普让日本在公开言论上稍微缓一缓，可能是一种战术上的低调，避免刺激对手过度反弹，但并不代表美日私下的战略协调有所削弱。美日仍是紧密同盟，在台海问题上立场一致，只是有时候选择软着陆的表达方式而已。这点从川普通话后的动作可以看出，他不是只对习近平表态完就罢了，他立即同日本首相对表立场，确保双方认知一致。这种联系本身其实就是向北京传达一个信号，不要以为美国会在台湾问题上背着盟友和你另搞一套，美日是同进退的。再把视角拉高一些，我们发现台湾问题如今已经不只是两岸间的事，更牵动着美日中三方的战略角力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最近几番动作凸显东京对台海安全的重视。高市早苗是一位对中强硬、对台友好的政治人物，他在日本国会公开表示，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，意思是如果台海发生冲突，日本将视同自身安全受到威胁。这番话引发中国强烈反弹，中日关系瞬间陷入紧张。北京痛批日本政客干涉中国内政，甚至拿出老掉牙的军国主义复辟帽子扣到高市头上，声称日本蠢蠢欲动，不容忽视。同一时间，日本国内舆论却几乎一面倒，支持高市的看法。日本媒体的民调显示，超过一半的日本民众赞同台湾有事等同日本有事的主张，高市的支持率因此飙升。有分析称，日本社会经过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倡导，对台湾安危与日本安全利益相连这点已形成共识。高市只是把这共识坦率地讲出来，反而得到日本人民肯定。结果中国的谴责在日本激起的是更强的反弹心理，大家觉得高市说的没错，倒是中国自己军力膨胀，更像在重走军国主义老路。北京搬石头砸自己脚，没能压制日本的声音，反而促使日方更团结地声援台湾。有意思的是，在台湾内部，对高市早苗台湾有事论的反应居然出现两极分化。多数民众当然欢迎日本明确表态支持台湾，但也有少数声音批评高市太躁进，认为他引用了日本集体自卫权，把日本也卷进来，可能刺激两岸局势。有些偏蓝或亲中的舆论甚至跟着喊日本军国主义幽灵复活，质疑日本是不是又要走向军国主义。对此，明居正教授直呼荒唐。他指出，这些批评者搞错了对象，先搅动台海情势的是中共，不是日本。近年来在台海不停军演，频繁出动军机、军舰恫吓台湾的是谁？是北京当局。我们怎能不批评挑衅者，反而去批评出于回应的日本呢？高市早苗不过是面对中共咄咄逼人的态势，讲了大实话罢了。结果某些台湾人不谴责始作俑者，反倒怪其友邦的好意，
这种心态实在令人费解。更何况，中共这几年军备发展之疯狂，规模早已远远超出防卫需要。北京大造军舰、新型战机下饺子般服役，甚至扩充核武库，发展太空军与网军，这难道不正是一种新的军国主义吗？反观日本，除了正常强化防卫，哪有做出什么侵略性的举动？台湾某些人对日本的好心说三道四，却对中共武力扩张视若无睹，双重标准到了极点。明居正不客气地批评这种现象，十分荒唐。他提醒大家，站在中华民国的国家利益角度，我们当然可以批评任何国家，但批评的前提应该是对事实有正确认知，不能拿错对象。如果对日本和美国苛责严厉，却对中共的威胁噤若寒蝉，这才是真正的本末倒置。事实上，日本为何如此关心台湾安危？因为台湾的存亡与日本的国家利益密不可分。明居正进一步分析了此中的道理。他指出，有些亲中人士声称台湾海峡的事关日本什么事，日本没必要插手。这种说法极为短视，毫无国际观。如果发生台海战争，日本能袖手旁观吗？试想，连远在东欧的乌克兰打仗，我们台湾人都密切关注，何况台湾出事，日本就在旁边，怎可能不关心？撇开道义上的民主同盟不谈，光从现实利益看，日本也绝不可能对台海坐视不理。首先，日本经济与台湾紧密相连，据统计，日本约1/10的国家收入直接或间接来自对台交流与贸易，台湾是日本的重要经济伙伴与高科技供应来源。如果台湾被中共拿下，日本经济将遭受沉重打击。其次，每天经过台湾海峡的国际货柜轮占全世界将近一半，这条航道是日本赖以生存的海上生命线之一。如果台湾海峡落入中国掌控，中共军舰可以在太平洋上来去自如，进出第一岛链如入无人之境，日本周边安全环境将急剧恶化。再者，高市早苗提到的是集体自卫权，也就是日美安保同盟的一环。台湾一旦有事，美日同盟自身也面临威胁，日本当然要履行与美国共同防卫的责任。还不用提民主之恋的观念，台湾、日本、美国构成了西太平洋上一道自由民主防线。如果台湾这一环被击溃，那不只是台湾消失，日本等其他民主国家今后都将独自面对压力巨大的威权强国。综上所述，说台湾的事不关日本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任何懂国际局势的人都看得明白，台海一旦出大乱，日本怎可能独善其身？所以日本政府近来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，不但修改安保策略，增加国防预算，还积极和美国、台湾协调，就是为了预做准备。这些都是现实驱动的必然结果。台湾如果有人因此指责日本军国主义复活，只能说这种观点与事实脱节，非常可笑。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我们铭记在心，但那是昨天的敌人。今天真正对我们虎视眈眈、处心积虑要消灭中华民国的，是北京当局，是今天的敌人。这点认清楚，才不会把朋友误认为敌人。由此可见，两岸关系北京说了算，这个命题本身就站不住脚。北京固然一厢情愿地想要主导台湾的未来，但现实是台湾问题早已国际化、多边化，牵动的远不止两岸，而是整个亚太的战略平衡和民主阵营的利益。北京每每强调台湾是中国内政，试图把其他国家排除在谈判桌外。可是看看现在，美国总统亲自和中国国家主席过招台湾议题，日本首相公开表态视台湾为安保关切，美日澳纷纷强化联合军演，就是为了防范台海冲突。台湾问题哪还是什么孤立的内部事务？北京越是咄咄逼人，越逼得台湾向外寻求支援。国际上也越来越认识到台海稳定对全球的关键性。可以说，两岸关系的主导权早已不是北京想抓就能完全抓住的了。正因为如此，中共最不愿看到的局面，台湾议题被搬上国际台面正在发生，这让他非常头痛。试想，以中国对台湾压倒性的军事与经济体量，如果真是单打独斗，台湾如何招架？北京之所以迟迟不敢对台动手，就是顾忌国际介入的变数。一旦台湾问题变成美中日共同关注的焦点，北京就无法为所欲为，因为它将面对的不只是2300万台湾人，而是身后
可能占着强大的盟友和国际支援，因此北京极力抗拒外部势力干预。但某种程度上，正是这种干预保障了台湾的安全。这形成一个有趣的现象：台湾当前处境可说空前难受，但也空前安全。难受在于我们处在大国角力的最前线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风险；但安全在于我们的重要性前所未有的被认识到，各方都不敢掉以轻心。台湾反而不会像以前那样被轻易忽视或牺牲。这正是台湾战略价值的双刃剑，使我们深陷风暴中心，却也成了各方不容有失的棋子。谈到弃台论，这是近年来台湾社会挥之不去的阴霾。所谓弃台论，就是担心美国等盟友最后会为了自身利益把台湾当成交易筹码抛弃。每当美中关系出现和缓迹象，或者美国内部有声音质疑对台承诺，台湾都有些人忧心忡忡，会不会有一天大国真的联手出卖台湾，就像二战前的继承者条约、雅尔塔协议之类，把小国命运决定掉。川普这次对习近平只字不提台湾，又请日本低调的举动，更让这些人神经紧绷。他们害怕川普这样的生意人总统，为了换取中国在其他议题上的配合，真可能拿台湾来做交换。例如有人就猜测，川普一心想结束俄乌战争，如果习近平愿意帮忙劝和俄罗斯，川普会不会同意在台湾问题上让步作为交换？或者为了中国多买美国黄豆，减少贸易逆差，川普会不会偷偷对习近平保证美国将来在台湾问题上收手，不再坚持挺台？尤其2026年传闻可能有一场川习峰会，双方要讨论贸易战、乌克兰等重大议题时，台湾会不会被摆上谈判桌？这种种猜想构成了弃台论的各种剧本，让台湾人不得不焦虑，我们会不会沦为大国角力下的祭品？然而，冷静分析现实利害后，许多专家认为弃台论其实被夸大了。明居正教授就明确表示，美国不太可能真的拿台湾作为与中共交易的筹码，因为放弃台湾的代价太过高昂，美国自己承受不起。对美国而言，台湾是目前美中博弈中最关键的一张牌，是克制中共的王牌。美国战略界普遍共识是，谁控制了台湾，谁就在西太平洋占据巨大优势。如果中共把台湾拿走，美国不但永远失去在第一岛链的制衡支点，也将丧失对整个亚太地区的领导力。明居正进一步警告，美国一旦放弃台湾，后果将是等于退出亚洲。届时各国会发现，连台湾这样的盟友美国都保不住，或者主动放弃，那就表示美国已无力与中共抗衡。亚洲各国必然会一个接一个向中共倾斜，倒向北京，成为主宰亚太的霸主，指日可待。即使不是所有国家都倒向中国，只要美国失去关键的台湾与第一岛链防线，美军势必得大幅后撤，影响力退回太平洋中线以东，美国等同战略上被逐出亚洲，这对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将是致命打击。冷战以来，美国在亚太苦心经营的同盟网络将瓦解，几十年来建立的威信扫地。可以说，弃台不仅是抛弃台湾，也是自我放逐。美国想到这里，真的敢放掉台湾吗？明居正的语气里充满怀疑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指出，美国倘若离开亚洲，受到冲击的不只是地缘政治，还有美元霸权和美国内部的经济稳定。长期以来，美元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，很大程度上仰赖各国对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信心，尤其是相信美国有能力维持国际秩序，保护其海外利益。如果美国开始缩退，防线收缩到连亚洲都经营不下去，那么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信心将动摇，美元的价值可能逐渐下滑，因为大家会预期美国未来在全球影响力减弱，无法继续为美元信用背书。一旦美元国际价值滑落，进一步会影响美元在美国国内的购买力，导致金融震荡和财政问题。明居正形容，美国财政可能因此崩溃。所以，台湾之于美国，不但是一块战略基石，也关系到美国经济命脉和全球领导的信誉。一个理性的美国决策者绝不会随随便便把台湾拱手让人，因为那几乎等同于自断手脚、搬石砸脚。这些年，美国政府不断强调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，台湾正是这理念的试金石。
如果美国自己放弃了台湾，那他向全球宣示的价值观与承诺将一夕破产，盟友对其信赖也会崩解，这显然与美国的长远利益背道而驰。有些人可能会问，美国政坛难道对挺台真的有这么坚定的共识吗？事实胜于雄辩，观察过去几任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，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明显的上升曲线。川普第一任期内通过了多项对台友好的法案，大幅增加对台军售，高阶官员互访破冰，对台支持力度前所未见。接着，拜登总统上任后，不仅延续了前朝对台路线，甚至在某些方面更超前一步。例如，多次公开承诺美国将防卫台湾。虽然白宫每次事后有所谓战略模糊的澄清，但态度已可见一斑，还邀请我国高层以各种方式参与国际场合。现在2025年，川普重返白宫，美台互动依旧热络。他上任后旋即批准新的对台军售案，并考虑提升驻台代表级别等措施。即便川普本人在言语上有时低调处理，但实质动作并没有退缩。从共和党到民主党，再到共和党，美国对台湾的重视并未下降，甚至呈现逐渐上升趋势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不管谁执政，美国都认识到台湾的战略价值，并非轻易可以放手。而且国会两党对挺台也有高度共识，一次次高票通过对台友好的法案，约束白宫不得对中共让步。由此看来，弃台在美国主流政策圈中是极不受支持的选项。那种认为美国早晚会为了北京的利益出卖台湾的忧虑，更多是我们自己长期处于弱势而产生的心理阴影，并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美国真会那样做。再回到前面提到的担忧，川普会不会拿台湾换取中国在其他问题上的合作，例如以台湾作为乌克兰停战谈判的筹码等等。这种猜测在媒体和网络上确实传过，然而明居正教授直截了当地指出，这种剧本的可能性非常低，因为那等于是把美国最后的王牌一次打光，而换到的利益未必能弥补损失。想象一下，如果川普对习近平说，你去压普京停火，我在台湾问题上让一步，乍看好像美中各取所需，可一旦台湾这张王牌打出去了，美国手上就没有更大的筹码了。何况美国其实有别的办法解决俄乌问题，不一定要透过中国，而中国就算口头答应施压俄罗斯，也不见得真正奏效或履行。那美国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把自己在印太最大的筹码拱手送人，却未必换到欧洲和平？如此拙劣的交易，以川普精明务实的商人性格，也不太可能做下去。更何况这么重大的利益交换，美国国内的军方、国安团队和国会不会没意见，他们从战略全局出发，势必极力反对。川普虽然特立独行，但他也不可能完全无视整个决策团队和民意的掣肘。因此，所谓拿台湾换乌克兰，基本是一种以讹传讹的臆测。把川普想象成草率拍板的独裁者，其实不符合美国政治现实。美国体制再怎么变，人家终究是民主国家，有着复杂的制衡机制，不是一个人说卖就能卖的。更别提这种交易本身理亏且危险，一旦泄露，美国政府信誉将荡然无存。可以说，真有人打算那样做，还没实行就会先在舆论和政治上自爆。总之，出卖台湾求和看起来像惊悚阴谋剧，但实际操作起来漏洞百出。美国没有理由走到那一步。综合以上种种，弃台论更像是一个不断被炒作的恐惧，而非迫在眉睫的现实政策。从北京角度看，当然乐于鼓吹弃台论，因为这会打击台湾士气，挑拨台湾对美日的不信任。但我们自己应该头脑清醒。明居正就提醒，台湾不能整天疑神疑鬼，担心盟友放弃我们，而忽略了最根本的，我们自己要做好准备，才能确保别人不会也不敢放弃我们。所谓备战才能止战，说穿了是一样的道理。如果台湾自己不努力增强实力，再多盟友也保不住我们。反之，如果我们展现出坚定自我防卫的意志，加上本身具备相当的防卫能力，那么美日等国家在支援台湾时也更有底气，弃台的可能性就进一步降低。明居正强调，中华民国必须备战才能止战，才能换来我们希望的和平。这不是好战，而是务实。
只有当台湾能够让侵略者付出沉重代价，战争才打不下去。只有当盟国相信台湾值得救，救得下，和平才守得住。近年来台湾也在朝这方向努力，无论是不对称战力建制、后备动员改革，还是积极争取国际支持，加强与美日安保对话，目的都是让台湾变得更强韧，更融入民主同盟体系。这一切都是在为可能的最坏情况做准备，以期把它化为不可能。因为一旦你准备充分，战争反而打不起来，敌人反而投鼠忌器。和平从来不是凭空得来的，而是靠实力与决心撑出来的。展望未来数年，台海局势仍然是国际舞台上的超级焦点。许多专家预测2026年、2027年前后可能是台海冲突的高风险期。这不仅仅因为解放军军力日渐成型，也因为中共政权内部有时间表压力，加上美国政局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。对北京而言，也许会寻找美国政治过渡期或意志松动的时刻下手。然而，从这次川习热线以及美日联动的情况看来，至少现在西方世界对台湾的承诺依然坚定。美日领袖在中国的压力面前没有退缩，各自用自己的方式表明，台湾不能随便被拿走。甚至可以说，台湾的安危已经和美国的全球声誉、美日同盟的未来绑在一起了。这种程度的利益连结是过去几十年未曾有过的。当年70年代美国与中国关系解冻时，台湾确实曾被迫退出联合国，美军也撤出台湾。那时的地缘政治让我们吃了亏，但今非昔比，现今的台湾早已不是孤立无援的边缘角色，而是亚太战略要冲、科技经济重镇、民主价值的前沿。冷战时代，台湾可能被当成棋局中的小棋子，但如今这颗棋子已长成牵一发动全身的关键点。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，全世界绝大多数民主国家都没有理由背弃台湾。相反地，他们有强烈动机保卫台湾，因为这关系到他们自己的利益与价值。这就是我们在国际中脱离边缘，走向舞台中央的意义所在。最后，我们回到弃台论恐成真这个问题，经过缜密分析，可以发现，弃台论更多是种心理战，也是对我们意志的考验。如果我们自己因为恐惧被放弃就先乱了阵脚，那才正中对手下怀。反之，只要我们自助而后人助，自强而后盟强，弃台论就不会成为现实。我们看到美中日围绕台湾的这场热线角力，结果是北京虽抛出强硬论调，却没得到美日呼应。美国没有改变对台支持，日本更是加码力挺台湾，台湾方面也据理力争，澄清史实，并联合盟友发声。整体而言，这回合下来，北京并未占到便宜。未来，北京或许还会不断制造美国要抛弃台湾的传言，来离间我们与盟友的互信。但我们应以平常心看待，毕竟真正决定台湾命运的，不是敌人的宣传，而是我们自己和真心支持我们的朋友们。国际局势风云莫测，没有什么保证是永恒的。但有一点几乎可以确定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，台湾的价值只会与日俱增。要美国抛弃台湾，就等于要美国抛弃他自己苦心经营的整个印太战略和国际地位。这样的自杀行为绝非理性国家会做。与其担心谁会背叛我们，不如更加团结自强，让自己变得不可或缺且难以征服。这样一来，弃台论终将像幽灵般随风散去，不攻自破。我们相信，只要台湾人民坚定信念，守护家园，美国、日本等民主伙伴就会与我们站在一起，不会让台湾孤军奋斗。未来的道路或许险峻，但正因为前途充满挑战，更显出台湾的重要与珍贵。让我们正视挑战，保持清醒，用实力和智慧确保台湾不会成为任何人交易桌上的筹码。台湾的命运始终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，同时有朋友相助，何惧风浪？破解弃台论的最佳方式，就是以行动证明台湾永远值得被守护，而自由世界绝不会放弃台湾。